天哪，他飞过去了！恭喜大夏车神幻影，他成为世界赛车史上绝无仅有的5连冠。陆廷，恭喜你又一次获得冠军！你在世界车手中是神一样的存在。金主席，我实名举报陆廷的血色红牛使用了非法改装零件，他是靠作弊才拿的第一。我的车每一颗螺丝都符合赛事规定。萧子轩，你个万年老二，输不起就直说。萧子轩，你给我闭嘴！陆廷的人品和技术，整个赛车界有目共睹。你如果再无理取闹，我就以主席的身份把你永久禁赛。金主席，如果我真冤枉了他，我甘愿被永久禁赛。既然他都发了这种毒誓，为了赛事的绝对公平，也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不如就来一次全车检修，也为了堵住这悠悠众口，如何？金泰说的在理，身正不怕影子斜。查吧。报告金主席，查出来了，引擎里加装了非法的微型涡轮增压芯片。难怪他每年都能以那种非人的速度超车夺冠，原来是加了动力芯片，太无耻了！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天才，原来是作弊得的。说是谁指使你陷害我的？没人陷害你，陆廷，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这5年，你在赛前都会偷偷把这个芯片装进引擎，我劝过你无数次，可你为了荣誉根本不听。秦雪，你是我老婆，你怎么能……就是因为我是你老婆，所以才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了。原来是你陷害我，是不是你偷偷把芯片装在我车上的？你这人渣，不仅为了名利作弊，事情败露了，竟然还想当众打老婆，你简直是赛车界的耻辱！滚出赛车界，骗子！骗子！打死这个人渣！封杀我！证据确凿，家属指认，我现在宣布剥夺陆廷5连冠成绩。车队强制解散，全网封杀，本人禁赛5年。为什么要陷害我？金主席早就看你不爽，他要的是收购车队打假赛，在博彩盘口狂揽1000亿资金。可你偏偏不识抬举，金主席每次花重金包装出来的新车神，全都被你在赛道上赢了，害得金主席赔得血本无归。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你不肯配合打假赛，有这个下场，纯属活该。所以你就串通起来，毁了我的一切。不妨告诉你实话，在我和你结婚的前一天晚上，我可是整晚都在子轩哥的家里呢。你们这对狗男女！萧子轩、秦雪、金泰，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开个破车慢得像蜗牛，害得老子差点错过5冠车神萧子轩的比赛。好好跟萧子轩学学怎么踩油门。5年了，当年我被金泰全网封杀，禁赛5年，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都以为我废了，但这5年我开网约车，只是为了避开财团的耳目，暗中收集他们打假赛的罪证。现在只差一个参加世界大赛机会，因为只有拿到冠军，我的证据才能被相信。木青哥，你们极速车队马上就要被赛车联盟除名，不如3000万卖给金主席，我保证你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当年我爸拒绝打假赛，拒绝捧你当冠军就被逼死，你以为我会答应吗？哎呦，你不答应也没用啊！今天下午就是市级选拔赛，你们车队有资格参赛的选手全跑光了，连个上赛道的人都找不到，就等着被强制解散，赔偿联盟1个亿的违约金吧。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屈服。哈哈哈！你全身上下就这张嘴最硬，你看看你现在的穷酸样，跟着你3天饿2顿，哪个瞎了眼的车手还敢跟你喝？我敢。这个人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千雪，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像陆廷？陆廷性格高傲，连金主席都不放在眼里，
怎么可能去开网约车？我看他现在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下水道里了吧？他们没认出我，很好。老天终于给了我一个翻身的机会。放肆！你个开网约车的，知道我是谁吗？当然知道，一个靠别人打假赛捧出来的水货，万年老二。这5年，我击败了全球300多名顶级车手，拿下5座世界冠军奖杯。你算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编排我？既然你这么强，敢不敢跟我这个网约车司机比一场？这眼神，这种恐怖的压迫感，怎么跟当年的陆婷一模一样？不对，千雪说他已经死了。你一个网约车司机，连让我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先赢了我的手下再说吧。王猛，竟然是他！他很厉害吗？他原本是极速车队的头号种子，去年拿了市级选拔赛的冠军。没想到吧，连你们自己的人都投靠了我们的车队。冠军？我看他就像只土狗。王猛，你就开那辆血色红牛练手。今天下午市级选拔赛的预赛，我要让他连你的尾灯都看不见。血色红牛，那可是当年车神的专属座驾。我一定会赢得他跪地求饶。这么多人，只有一条赛道，这预赛一天怎么可能比得完啊？就是啊，组委会到底怎么安排的？安静！今年的预赛将采用金泰财团最新研发的全新拟深赛道系统，所有选手的赛车数据会自动输入系统，你们将驾驶自己的赛车，然后一决胜负，前8名即可获得决赛的资格。我操，这赛道也太逼真、太变态了吧！这种复杂的极限赛道，哪怕是专业级底盘都吃不消。那辆破网约车，估计第一个弯道就得散架。这就叫自寻死路。大小姐，你怎么会找个网约车司机替我们比赛？现在我都不敢承认我是极速车队的。等会儿他要是连起步都熄火，那可就成了全球的笑柄了。全息灾难赛道对车体强度的要求极高，他那破铁皮的悬挂连一个落石的冲击都承受不住。大小姐，你就不该信这个疯子。就是啊，姐，在这种赛道上，肯定他第一个被淘汰。我相信他一定能赢。喂，开网约车的废物，看到这辆车了吗？这可是曾经大夏车神的专属座驾，血色红牛。肖总看得起我，才把它赏给我开。就你这破车，等会儿老子随便挤你一下，你连人带车都得摔成肉泥。2分36秒。你说什么？以你的技术，用这辆车跑完这条赛道，到终点的时间一定是2分36秒。我说以你的技术，只能跑出2分36秒的成绩，有任何误差，我跪下给你舔鞋。老子要是跑进2分36秒，我就给你跪下舔鞋。一言为定。天底下还有你这种蠢货，只要在终点前随便点一脚刹车或者踩一脚油门，时间都不可能是你说的这个数。老子今天赢定了，你就等着给我舔鞋吧！全员准备，3、2、1，发车！我的天！巨型铁球东柏疯狂横扫，想超车，老子送你喂恐龙！霸王龙的血盆大口直扑赛道，生死瞬间，陆婷没有退缩，没有躲闪，180度极限甩尾，完成逆天反超。我操，这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1秒都不差。2分36秒，准备好舔鞋了吗？
这种变态的控车能力和计算能力，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网约车司机能做到的。他到底是谁？我的天，他不仅用网约车跑了第一，居然还精准预测了王猛的成绩。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对那辆10亿超跑数据一清二楚，就好像他开过一样。你该履行约定，给我舔鞋了。我那是刚才车子引擎出了点故障，不算。输了就是输了，少在这儿找借口。就是，刚才不是叫嚣的挺欢吗？全场都看着呢。你要耍赖，我就用我这双铁手帮帮你。不过是走狗屎运赢了个预赛而已。你一个网约车司机，别给脸不要脸。就是，王猛刚才不过是保留实力，不想在预赛浪费引擎寿命罢了。真以为你那破车能赢血色红牛？你的5连冠也是靠这种让别人故意保留实力才得来的吧？废物，还不赶紧给他舔！你想丢光我的脸吗？废物，别得意！接下来的世级决赛，我绝对会用血色红牛把你碾成肉泥，我保证一定会赢。是金主席，明白，我们马上过去。子轩哥，金主席为什么突然找我们？肯定是因为预赛的事儿，快走。金泰、萧子轩、秦雪，5年前你们用卑劣手段从我这里夺走的一切，我会一步一步连本带利的拿回来。陆大哥，你刚才那漂移，简直和当年车神幻影一模一样。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陆婷，只要你愿意和车队签长期合同，要多少钱我都答应你。穆经理，钱可满足不了我，我要的是。Something new, no figure got me doing things that I don't do. I want you out of myself, fuck sharing with someone else. Ah yeah, you picture your body on me and you look better. 好啊，你个开网约车的，趁机占便宜是吧？你想逼我姐以身相许？这是个意外，我绝对不同意，你休想吃我姐这块天鹅肉。铁叔，看来咱们车队要多个老板夫了。光预赛出风头没用，明天的决赛可是高空赛道，除非他真能拿冠军保住车队。废物，全都是废物！你用血色红牛竟然还跑不过一辆破网约车！金主席，萧少，那个网约车司机绝对有古怪，他的过弯路线太邪门了。金主席，那小子确实不简单。极速车队那个死鬼老爹，当年就不肯配合我打假赛，现在这个网约车司机又跑出来，只要是挡了我们财团财路的人，都得死。明天的决赛是横跨摩天大楼的高空赛道，王猛，明天你继续开血色红牛上场，我让人车上安装暴风微型重力抓地芯片，作弊芯片。金主席，万一像5年前陆婷那样被查出来，我这辈子就毁了。蠢货！现在整个大赛组委会都是我们的人，谁敢查你？谁敢说你作弊？王猛，只要你明天在高空赛道上把那个网约车司机撞走，替财团拔掉极速车队这颗钉子，你就是大功臣。没错，王猛，只要你干掉他，我就把你打造成下一个不败车神。到时候整个大厦就会出现2位顶级车神，你和萧子轩。只要你们2个车神互相争霸，我们在地下博彩的盘口就能开出天价赔率，我们可以随意操纵粉丝的钱，全部吸干，狂揽千亿。多谢金主席栽培，我一定在几百米的高空把那辆破网约车撞得粉碎。不管你是谁，敢挡我的财路，死亡迷宫线赛道就是你的死亡之路。在这几百米高空，赛车被侧风一吹就掉下去了，谁敢在玻璃桥上踩油门啊？微型重力抓地系统，金泰，你们诬陷我作弊，结果你们才是作弊的。现在揭穿肯定没用，只有在比赛结束后当场戳穿才能行刺。哎呦，大家快看啊！那个穷酸的网约车司机还真敢来送死！你那破车连风都挡不住，等会儿怕是要连人带车变成一滩肉泥了吧？陆婷，你现在跪下来给王猛磕3个响头，我或许还能让组委会给你留个全尸。各位选手，高空赛道极度危险，一旦失误，绝无生还可能。按照高危赛道特别条款，请签署生死状。我可不想为了比赛送命，我弃权。陆婷、王猛，你们呢？为了能成为新车神，拼了！就这种赛道，随便一个开网约车的司机都不怕。网约车废物，预赛的仇我可记着呢。今天这场决赛，你不仅会死得很惨，我还要加个赌注。你要是输了没死成，就当着全场观众的面跪下叫我3声爷爷，你敢不敢？好啊，就怕你这孙子到时候不认账。双方已签署风险告知与责任豁免书，生死自负，请上车准备。
大哥的网约车真能在上面跑吗？能不能活下来，只能看他自己了。陆婷，你一定不能有事。决赛无规则限制，先过终点者胜。预备，重力模式启动。穷光蛋，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开始。哈哈哈，连直线都跑不稳的垃圾，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作弊芯片的直线确实无敌，但前面的高空悬空急弯就是你的死期。现在我们高空赛道上突然出现了一阵强风，如果驾驶不得当，赛道的高空侧风会把车辆直接给掀翻。那么我们这两位选手将会怎样应对呢？这不可能！他居然利用高空侧风来对抗过弯的离心力。这种不要命的跑法，也只有陆田那个疯子才敢这么干。给我去死！前面可是30米宽的断桥跳台，我的车有重力抓地芯片蓄力，你一堆破铜烂铁拿什么飞？准备摔成肉泥吧！重力模式启动。太稳了！王猛的车在几百米高空简直如履平地，而那个开网约车看起来肯定会摔下去。不可思议！他用极致的坐旋形成了气流护盾，抵消了高空侧风。这一幕，我只在5年初月神幻影飞越大河的时候见过。你输了。王猛，金主席有令，撞死他，把他给我撞下去！肖总，这里太窄了，如果硬撞，我也会失控掉下去的。你敢抗命？信不信金主席能把你彻底封杀，终生禁赛？我撞！
去死吧！等的就是这场风。下去吧。可惜了，作弊芯片跟着这辆车一起摔得粉碎，证据也没了。看来想要彻底扳倒金泰，我只能继续往上比，拿到省级甚至世界冠军才行。这就是属于我的舞台，我回来了。陆廷合法重现，王曼坠桥淘汰。我宣布，至极选拔赛的冠军是极速车队，赢了！用一辆破网约车跑赢了重力超跑，这小子真的是个怪物！大哥太牛了！我们赢了，车队保住了。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绝望。怎么可能？连加装了暴风作弊芯片的血色红牛都杀不死他！极速车队，你们别得意的太早，等到了省级大赛，金菜财团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命是保住了，但赌约还差一半。孙子，你忘了赛前立下的规矩了？你不要太过分！陈主席，按联盟的规矩，立下的赛道赌约如果不执行，是不是该直接除名，全行业封杀？确实如此。王猛，愿赌服输。爷爷，我听不见。爷爷，乖孙子，去医院躺着吧。肖总，看来你重金打造的超跑也不过如此。王猛从几百米的高空摔下去，也留了一条小命，真是可惜了。一个开网约车的，不过是走狗屎运赢了一个世界的初级车手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就是，子轩可是5连冠车神，这是你这种出租车司机永远达不到的高度。这些高高在上的财团，除了会用卑劣手段欺压我们这些普通人，还会什么？我发誓，接下来的省级大赛，我会把你们的脸按在地上狠狠摩擦。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级联赛3连冠孤狼，他可是出了名的赛道屠夫。网约车司机，希望你的命和你的嘴一样硬。1个月后的省级联赛，他会在赛道上等你，彻底终结你的命。好，不过我得提醒他一下，记得把遗书写好。虽然赢了市级赛，保住了车队，但我们现在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支撑我们去打省级联赛。那辆网约车的底盘和悬挂在玻璃桥上已经彻底报废了。省级联赛的赛道还没公布，但根据历年来看，也是极度危险。孤狼更是个为了赢不择手段的疯子。对，我们就是吃糠咽菜，也要帮你凑钱买一辆专业赛车。什么？吃糠咽菜？我可不要！你们干什么？我说的是不要吃糠咽菜，又没说我不愿意凑钱。车的事，我来想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除了会开网约车，还能变出钱来？我虽然是个开网约车的，但在这赛车界里，也认识几个老朋友。你什么意思？姐夫，这就是你吹上天的机械大神待的地方。你确定咱们不是来废品站淘宝的吗？靠这些破烂玩意儿能拼出一辆赛车来？没风洞，没精密结床，就靠几把破玩兽想改超跑？呵呵，这要是能行，母猪都能上树了。老马，别装死了，来大活了。喂，我在这儿。你喊什么喊？瞎嚷嚷什么？谁规定非得用那些金贵仪器才能修车的？
老子这双手摸过的引擎，比你们见过的螺丝钉都多。天啊，这乞丐造型也太辣眼睛了吧！就这副尊貌，还顶尖大拿，让他给我打下手，我都嫌手脚慢。你们可别小看人家，人家可是机械奇才。我看在姐姐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但这怪大叔要是把车彻底修废了，你可得全权负责。走吧，我们进去说。老马，5年不见，你这非主流的穿搭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啊！你这混小子，一失踪就是5年，老子还以为你真打算在网约车里窝囊一辈子呢。您好，我是极速车队经理木青哥，您就是陆婷口中那位不可多得的机械奇才。奇才不敢当，叫我老马听着舒坦。当年在国内赛车改装界，老马说第2，没人敢说第1。5年前那场车神赛，金泰为了暗箱操作砸出天价，想让老马给不服从他的选手参赛车辆植入作弊芯片。竟然有这种事！但是老马骨头硬，当场就给拒了。结果呢，金泰利用财团的人脉，把老马彻底封杀，硬生生把一代大师逼到了这种连狗都不愿意来的垃圾场。金泰那个只认钱的杂碎，靠着打假赛圈钱割韭菜，简直是弄脏了赛车圈的水。老子就算饿死在这儿，也绝对不去舔他的臭脚。现在我重回赛道，接下来的省级联赛对手全是金泰养的疯狗。老马，我需要你出山，把这辆破网约车打造成一头能咬碎他们的钢铁凶兽。底牌的底子确实不错，外壳虽然烂成渣了，但龙骨没伤到根本。行，这单生意老子接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得要个机灵点的小工，就那个大块头吧。你叫谁小工呢？老子好歹也是极速车队的首席机修，要不是我给他保养的好，他这破车早散架了，还能拿世纪冠军。那你说说，这车之前的悬挂极限倾角和那些疯狂的走线图怎么样？很完美。怎么了？因为那些就是老子设计的。哎呦喂，您早说呀！打下手是吧？没问题。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只要能让我学个一星半点，给您老洗内裤我都干。这老家伙简直是个怪物！不用风洞测试、精密数据仪，甚至连车壳都不拆，全凭一双手就把 V8 引擎的潜力压榨到了极限，这还是人吗？天哪！这缸内直喷的走线，进气到刁钻的角度，我在修车行混了20年，没见过这么野的改法。这根本不是在修车，这是在给机器注入灵魂啊！别在那一惊一乍的，把那根强化拉杆给我递过来，手脚麻利点。来了来了，马爷您吩咐，您慢点，别烫着手。铁叔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吧！刚才还一口一个流浪汉，这会儿简直比见到亲爹还亲。有老马这把刷子，接下来的硬仗，咱们有底气了。起火了！陆婷，过来掀盖头。我的妈，简直帅炸了！这哪里还是咱们那辆破网约车，这明明是贴地飞行的暗夜战神啊！大哥，你开这车出去，绝对闪瞎他们的狗眼。老马亲手调教的 V8 引擎，把极限马力硬生生拉高了2倍。现在的他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哥斯拉，我铁手这辈子能摸一回这种神车，值了。穆经理啊，陈主席找我。车队在世级选拔赛中的卓越呈现，赛车协会决定给你们拨发1个亿的资金和后续省级比赛的照明费。1个亿，陈主席，太感谢您了。姐，怎么了？什么1个亿？是赛车协会刚来的通知，直接给我们划拨了1个亿。说是作为极速车队的专项运营和比赛启动资金。1个亿，老天爷显灵了，咱们终于不用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最顶级的热熔胎和碳纤维配件，这下全都有着落了。资金到位，战车就绪，还有陆婷坐镇。接下来的省级联赛，我们不仅要赢，还要赢得漂亮。硬件再好，也得看是谁在开。省级联赛水深得很，陆婷，你最好祈祷别在赛道上翻车，把咱们这1个亿赔个底儿掉。全体上车，目标级联赛。哟，这不是那位传奇的网约车司机吗？听说你们刚拉到1亿赞助，就这么急着去省赛送人头？这可不行，去省赛的门票得先问过我手里的方向盘。孤狼，你带人堵在马路上算什么本事？
有种咱们赛道上见真章。大马路怎么了？咱们赛车手哪里不能当赛道？看见那片钢铁坟场没？姓陆的，敢不敢跟我狂牛去那里面跑一圈？谁先活着穿过那片废铁山，就算谁赢。要是怂了，就把那1个亿的赞助费留下，全当给兄弟们买酒喝了。光有入场券可不够刺激。听说极速车队刚发了一笔横财，账上趴着1个亿，咱们来玩把大的。你输了，这1个亿归我们兄弟分；赢了，我个人掏腰包再给你们贴1个亿。孤狼，你们这简直是明抢！这笔钱是我们车队活下去的指望，要是输了，我们连省赛的门槛都摸不到。心疼钱，那就趁早带着这个破开网约车的滚回市里去，别出来丢人现眼。你算老几啊？跑到这儿来打劫，真把我们极速车队当软柿子捏了？哪来的野狗乱吠？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这片烂尾工地里全是些带刺的钢筋头和工业废料，网约车那点底盘高度，进去不用半脚油门就能被扎成个刺猬。算你个老东西有点见识，瞧见没？老子这台暴君可是改装了半米高的强化液压悬挂，配的还是军用级防刺装甲胎，就是专门为了把你们这种废铁碾成渣的。陆婷，铁叔这可是行家，他说不行肯定不行，这摆明了是给咱们下的套，这1个亿绝不能拿来打水漂啊！穆经理，字儿签了吧？既然金泰手底下的人上赶着要给咱们车队发福利，这送上门的1个亿不拿白不拿。行，这次我签了。哈哈哈哈哈哈！痛快！我倒要看看你这网约车今天是怎么散架的。你小子简直就是个败家嘴儿！我和老马费了多大劲儿才调好的底盘，就这么几块破铁皮，能挡得住那些钢筋棒子吗？你等会儿最好祈祷别被扎穿油箱，不然咱们都得给你收尸。铁叔，把心放肚子里。开网约车的最不怕什么，就是烂路。大哥，干碎他们，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车神。开网约车的废物，等会儿要是被老子暴君吓尿了裤子，可别怪我没提前提醒你。哈哈哈哈！狗叫完了吗？叫完了就准备上路。各就各位，预备，好。这才是男人的座驾！小奶车，这才刚起步就萎了，跟在爷爷屁股后面吃灰吧！陆婷，你疯了！底盘护辙已经变形了，左前悬挂濒临极限，赶紧减速，别往那堆废铁里扎。减速？那这1个亿的羊毛我不是薅不到。既然上了赛道，就没有踩刹车的道理。硬闯肯定会伤到龙骨，既然正道走不通，那就给他们表演个杂技。走。我操！这小子脑子抽风了吧？牛逼！大哥牛逼！那些油管上面全是废机油，直接给车轮加了 buff， 这速度绝了！这角度太离谱了，但凡手滑一下，连人带都得摔成一堆废铁。哗众取宠，在这种重型赛道上玩杂耍，跟找死没区别。大笨牛，让你失望了，我又活过来了。阴魂不散的臭虫，老子今天非把你碾成肉泥不可！陆婷，快躲开！哈哈哈哈！开个破网约车也敢跟我的重装超赛硬碰硬，真是不自量力！下辈子投胎记得长点眼！陆婷，听到请回答，回话呀！活见鬼了！
这都没把你砸成肉泥。我看你这回还怎么秀操作？在这种机油路上，你的热熔胎连一点抓地力都没有，只要敢踩一脚油门，就等着滑进旁边的琐碎机里当废铁吧。喜欢玩下三滥的手段，那我就给你开开眼。铁叔，帮我算一下，上面那条废弃传送带的承重极限是多少？你小子疯了吧？那条传送带生锈几10年了，骨架全酥了，随时会塌，掉下来神仙也拼不全你的尸体。没时间磨蹭了，地上全是机油，我只能走天路。大哥牛逼，网约车也能开上天！这家伙是个疯子吗？开上高空废弃传送带，他这是在找死！阴魂不散的臭臭，你以为跑到上面就能躲过去？老子今天把你的桥给拆了！陆婷，路断了，快跳车啊！跳车，我的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陆婷，马上踩刹车！前面的传送带彻底断了，跨度超过15米，你那车没有翅膀，绝对飞不过去的。没有翅膀，那就借一只。15米的断崖，他这破网约车要是能飞过去，我今天就把方向盘生吞了。陆婷，稳住！我操！磁悬浮网约车，大哥你是我的神！姐夫没掉下去，可真的飞过去了。这他妈怎么可能？牛顿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铁叔，这磁吸技术挺好用的，回头给咱们车队每辆车都标配一个。配你大爷！那是吊几吨重废铁用的，你小子能不能别把命当儿戏啊？黄牛，你的重装超赛今天注定只能跟在我的网约车后面吃尾气了。老子可是省赛里杀出来的重装车王，今天要是连个开网约车的都撞不死，以后还在道上怎么混？今天就算把底盘磨烂，老子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陆婷，当心，那头疯牛彻底不要命了，他超了那条废钢坡道，准备在垃圾山顶毒死你。一条丧家之狗的最后狂赴罢了。给老子变成铁饼吧！这小子脑子坏掉了，拿这种脆皮轿车硬刚半米高装甲的重装越野，纯粹是找死！陆婷，快躲开啊！我操，这他妈大活人还能隐身？你他妈到底是什么怪物？老子认栽了！输给我，你这辈子也不算白活。赢了，咱们赢了！姐，你看到了吗？姐夫赢了！那个眼高于顶的狂牛连底盘都被掀了！瞎喊什么？
谁是你姐夫？我们只是纯洁的上下级关系。反正我是不可能嫁给他的。姐，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委屈你嫁了。经理，其实我觉得大哥这人挺靠谱的，人狠话不多，长得帅，车技还神。要不你认真考虑考虑？我看你们俩郎才女貌，一个主内管理车队，一个主外驾驶赛车冲锋陷阵，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神雕侠侣吗？你们越说越离谱了，不理你们了。老大，陆婷这小子简直不是人，你千万别大意。废物，重装越野能被一辆网约车撞翻。寒霜，你来的正好。陆婷，别得意的太早，下一场你和他比。你的车技确实很狂野，但在绝对的光华面前，任何狂野的动力都是徒劳。哦，你也在这里比？不，第二场比赛的赛道就在离这儿不远，海拔4000米的秋名山顶，死亡冰湖赛道。冰湖？开什么玩笑！我们的车根本没有配备雪地胎和履带系统，上了纯冰面，轮胎会一直打滑。铁叔，慌什么？我早有准备。陆婷，好好欣赏一下这片天然的冰雪坟墓吧。在这片纯冰湖上，你那辆可怜的网约车连起步的抓地力都没有。你现在主动认输，至少还能站着走下去。这简直是胡闹！纯冰面啊，这根本没法跑。铁叔，你可是机修大师，快想想辙啊！咱们总不能没开跑就直接投降吧？老夫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没有履带和破冰钉胎，就算你是车神附体，上去也只能原地打滑。陆婷，你之前说的早有准备是指什么？铁叔，拿工具，把车底板两侧的防撞钢梁给我卸下来。拆防撞钢梁？车身变轻，在冰面上不是更容易失控打滑吗？既然轮胎抓不住地，那我们要什么摩擦力？你是不是发高烧把脑子烧坏了？没有摩擦力，汽车怎么往前开？铁叔，把那2根卸下来的钢梁一侧全部打磨锋利，越尖越好，然后反向焊接在4个车轮的内侧，让它们扎进冰面。冰刀？你想把这辆网约车变成一个几吨重的巨型滑冰鞋？我操！大哥这脑洞简直是盘古开天辟地呀！轮子既然打滑，咱们就干脆不要轮子，直接在冰上滑过去。给汽车装冰刀？陆婷，你以为这是在拍什么3流科幻电影吗？真是无知且狂妄！失去了轮胎驱动力的赛车就是一坨废铁，连我这种冰雪赛道的女王都不敢这么疯。你做不到，只代表你的技术还没到家。开工吧，我会让他们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贴地飞行。干了！给你封了那么多次都赢了，今天老子就把这副老骨头交代给你了。这就叫作茧自缚，把轮胎改成冰刀，连半步都挪不动，真是蠢得让人好笑。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太让人失望了，连当个热身菜都不配。既然没有抓地力，那我要这轮胎干嘛？当螺旋桨用不就行了？我的老天爷，真动了！纯冰面摩擦力几乎为0，它现在的滑行速度简直比在柏油路上还要恐怖。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你的履带车防滑是不错，可惜啊，太像个老年代步车了。前面就是碎冰沼泽，你的冰刀只要一陷进去就拔不出来，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杂耍表演到此结束，你就留在这里慢慢刨雪坑吧。陆婷，
赛车可不是只看直线加速的直线猴子游戏，在这种全地形赛道上，你那点小聪明一文不值。你已经是个死人了。陆婷，前面就是终点前的最后一道鬼门关——冰川绝壁。那是一座接近70度的巨大天然冰山，以现在这底盘状态，根本不可能爬得上去。谁规定到终点就一定要爬山的？你什么意思？不翻过那座冰山，你拿头去重现啊！该死，这坡度也太变态了！陆婷，前面没路了，你到底想干什么？路路不通，那就走水路。这就受不了打击，投湖自尽了，真是个没用的废物。老大，准备庆功宴吧。那个开网约车的蠢货已经连人带车喂了冰湖里的鱼了。干得漂亮！怎么回事？冰阵！深龙潜水，潜艇级网约车，大哥这波操作简直可以载入史册！赢了，他真的做到了，我们要赢了！这怎么可能？我堂堂冰雪女王，竟然输给了一辆能潜水的破网约车！废物，连个开网约车的都搞不定，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多亏老子有先见之明，提前用航空级密封胶把驾驶舱全给封死了，不然他早就淹死了。原来是靠铁书啊，我还以为他真能闭气潜水呢。哎呀，开玩笑的啦，姐夫天下第一，行了吧？你手底下的所谓王牌，就只有这点容量。别以为赢了2场小打小闹就能翻天。这是我的头号杀手独狼，下一场的赛道可不是靠杂耍就能活着出来的。第3场沸腾间歇泉赛道，那里就是你这辈子最后的终点点。这地方的硫磺味儿冲得辣眼睛。陆婷，多吸2口吧，这就是死亡的味道。在这条赛道上，只要被废柱擦中一下，你那辆破网约车就会瞬间解体。这就是金钱砸出来的完美空气动力学。陆婷那辆挂着破铲斗的网约车，只要稍微碰到一点气流边缘，绝对会直接飞上天。完了，要翻车了！破流切面原理，他居然利用铲斗30度的倾角，把向上喷发的水压硬生生转化成了向下的抓地力。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神仙物理学？铲斗车神出征，寸草不生！靠个破铲斗劈开了几10吨的高压水珠，这他妈在逗我玩吗？热身结束，该上正菜了。孤狼，前方出现密集的死亡雷区，几十个坑洞正在沸腾，随时可能连锁喷发，绕路，谁进去谁死。陆婷，你疯了！那是连环喷发区，进去就是死路一条。喷发前会有0点几秒的反应时间，对我来说足够跑个来回了。纯纯的找死！那里的水压连助战坦克都能撕碎，你以为装个破铲斗就能到护身符了？左前方0点3秒，右后方0点5秒。这他妈怎么可能？他居然能看穿间歇泉的喷发规律，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我见鬼了！你怎么可能从那里面活着出来？以你的智商，我很难跟你解释这背后的计算量。老子今天就算同归于尽，也要撞死你！想玩碰碰车，那就让你洗个100度的免费热水澡。3战全胜，他真的做到了。你的狗都死光了，现在轮到你。哈哈哈哈哈！很好，陆廷，你成功把老子惹毛了。既然你这么想死，老子成全你。第4场，也就是真正的省级决战赛道——强塘江大超赛道，其他那些废物参赛选手因为害怕已经全部弃权了，现在只剩下你和我。在那里，我会亲自把你连人带车，永远埋葬在钱塘江的江底。各位观众，这里是省级联赛最终决战，传说中十死无生的死亡主场钱塘江大潮赛道。车手们不仅要进行生死的角逐，更要与能吞噬万物的钱塘江一线潮亡命竞速。陆廷，你的狗屎运今天彻底用光了。这条赛道拼的是纯粹的直线爆发和极限弯道抓地力，没有废铁给你玩杂耍。在绝对的统治级马力面前，你的废铁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废话真多，我只关心你们那1个亿的对赌资金到账了没有。想拿走这1个亿，那就拿你的命来换。陆廷，平安回来。陆廷，这浮桥赛道两边可是没有任何护栏的悬崖，车身稍微失控1厘米就会连人带车坠江，而且潮汐预警显示最多几分钟。几十米高的海啸级大潮就会彻底淹没整条赛道，你如果跑不过大潮，就会被撕成碎片。铁叔，把心放肚子里，我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跟死神抢时间。全员准备，倒计时10秒。3、2、1。哈哈哈哈哈！陆廷，这就是你和真正职业车手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你就留在这里等着喂鱼吧。钱塘江一线潮来了，现在是真正的生死时速。赛车极速如果达不到260公里，就会被这大自然的力量连人带车拍碎在江底，尸骨无存。陆廷，赶紧加速！死神海啸离你不到1公里了，你那破引擎的极速根本跑不过潮水。硬件马力不够，那就向这头风狼借点风。是死尾流战术。陆廷竟然在如此颠簸的浮桥上吸孤狼的尾流，他想利用气流区强行突破网约车的物理极速极限。该死的狗皮膏药，开个破铁壳子也想吸我的尾流，做你的春秋大梦！我倒要看看你这堆废铁怎么跟！他在故意破坏气流，快退出来！车架承受不住这种激动撕扯，马上就要解体了。退出来就是死。既然这头风狼喜欢牛，那我就陪他跳完这支死亡华尔兹。这他妈怎么可能？这种变态的预判和反应速度，连萧子轩那个五冠王都绝对做不到。陆廷，钱塘江潮水离你只有不到500米了。再被他这么吸下去，老子不仅要赔1个亿，还会被萧总彻底踢出财团，我的前程就全毁了。既然你这么想赢，老子就送你下地狱！接近300公里的时速撞上钢墙，而你的破车就是里面被挤爆的肉泥，给我死吧！哈哈哈哈！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早料到了。我的老天爷啊！飞起来了！陆廷竟然把致命陷阱当成了起飞挡板。这他妈绝对不可能！完了，
全完了！死神浪潮追上来了，浮桥要断了，快跳车啊！疯了！这大自然的力量太快了，根本不可能跑得赢。既然靠轮子跑不赢，那就让这江水推我们一把。什么？你他妈疯了吗？你想主动去送死？神迹！这绝对是违背物理常识的神迹！他竟然把死亡海啸当成了终极跳台赛道！我操！冲浪网约车，大哥这波操作简直是盘古开天辟地呀！陆婷，一定要活着重现！开什么玩笑！一堆废铁能做到的事，我这辆造价20亿的深渊号没理由做不到！蠢货！哼，同样的招式，没有老马魔改的水翼底盘，你拿头去冲浪啊！各位观众，深渊号已确认淘汰，现在全场的焦点都在陆婷选手身上，他到底是能破浪重现，还是会力竭坠江？大哥，咱们赢了！太好了，他活下来了！姐，我们赢了，1个亿保住了，那个疯狼还得倒赔我们1个亿。你这个疯子，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好了，再哭妆就真花了。我这网约车可不报销化妆品。钱塘江的江水咸吗？我认栽，这里面是1个亿，密码6个0。滚回去告诉萧子轩和秦雪，省赛的这笔账我收下了，让他们洗干净脖子。全国总决赛我会亲自去取他们的命。是，我一定带到。让我们恭喜陆婷拿下省级冠军，同时也正式获得了代表本省出战全国总决赛的唯一名额。组委会已安排冠军团队入住本市最顶级的帝豪大酒店。走吧，今天带你们住最好的总统套房。哟，这不是咱们那位走狗屎运的网约车司机吗？拿了个地方小比赛的破冠军，就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能进这种高档场所了？陆婷，恭喜你苟延残喘到了今天，不过你的好日子到此为止，是吗？正式介绍一下，霍云，上一届全国总决赛的绝对王者。你在省赛里那些上蹿下跳的杂技表演我看了，你猜猜肖总今天带我来是为了什么？不用猜，既然你们把去年的冠军签出来了，那肯定是为了让他今年来争第2。好久不见，听说你在只能靠开破网约车拉客讨饭吃了。是挺久不见，不过你这5年倒是越活越回去了，给财团当狗当的还挺习惯。你还是这副又穷又硬的臭皮，你该不会还活在5年前那个梦里吧？大人时代变了，现在的职业赛场是顶级科技与千亿资本的降维打击。你放心，我不会说出你的身份。明天的全国总决赛，我会用绝对实力碾压你，让你知道你那套所谓的技术在资本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当年你偷我的调教数据才勉强混出个名堂，我还以为这5年你长进了多少，搞了半天原来还是只能靠金泰死死的玩具在赛道上心仪狂欢。霍云，跟这种即将变成死人的垃圾废什么话？留着你的力气，明天赛道上见真章。陆婷，明天的死亡赛道上，我会亲自把你连人带那辆破车碾成一堆废铁。哼，太他妈嚣张了！这个霍云算什么东西？简直欺人太甚！陆婷，霍云敢放出这种狠话，萧子轩肯定给他配备了赛车。全国组决赛的强度绝对不是省赛能比的，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霍云本身的技术就不差，如果再加上金泰财团那些丧心病狂的作弊黑科技，明天的比赛绝对是一场9死1生的硬仗。硬仗那就对了，软骨头踩起来没意思。走吧，进去开房睡觉，养足精神，明天教教这群废物什么是真正的赛车。等拿下了全国总冠军，有什么打算？把属于我的东西拿回来，然后
我没事。哎呀，我突然想起来，隔壁房间的 VR 游戏机还没试过呢。铁叔、小飞，走走走，陪我打游戏去，别在这儿当电灯泡。乖乖，这阵仗也太恐怖了！光是外面这些狂热车迷，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咱们淹死吧？姐，怎么觉得周围那些人看咱们的眼神，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猴子啊？我操，快看，那就是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什么极速车队。听说他们主车手以前是个开网约车的，看来现在的省赛真是水分太大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就这种从废品站捡来的废铁，等会儿在全国赛道上，估计连第一圈都撑不过去，直接原地散架吧！哈哈，这群狗眼看人低的混蛋！别跟死人置气，等会儿在赛道上，我会让他们连吃尾气的资格都没有。各位观众，欢迎到代表大夏国赛车界最高荣誉、最残酷、最血腥的修罗全国赛车总决赛的现场。各位观众，欢迎到代表大夏国赛车界最高荣誉、最残酷、最血腥的修罗全国赛车总决赛的现场。在过去的死亡淘汰中，我们见证了无数黑马的诞生，而今天我们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纯粹的科技碾压与极致速度的终极碰撞。请看今年的上半场赛道，这是组委会结合了军工级虚拟现实技术，耗资30亿打造的连环摩天轮隧道赛道。这他妈也能叫赛道？这分明是大型滚筒洗衣机啊！这视觉冲击力太变态了，人在里面不得把早饭都吐干净？这车到底要怎么控方向啊？各位看到了吗？这场比赛不仅是引擎技术的残酷较量，更是对车手前庭神经、三维空间感知能力以及心理承受极限的终极摧残。只要在里面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失去平衡感，车毁人亡，粉身碎骨。这种要命的变态赛道，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上去撒野的。那个开破网约车的穷酸司机，估计一进隧道就会被转得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直接吓得尿一铺子吧。他能靠那些下三滥的杂耍手段走到这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但全国大赛的门槛靠的可不是运气，而是千亿资本和绝对科技的降维打击。没错，他的好运到今天为止，霍云的那台雷霆号会在那条隧道里教他怎么重新投胎做人。我的妈呀！我光是站在这里看那个屏幕，就觉得天旋地转了。赛车进去不出3个弯，绝对会因为失重而彻底失控，直接被拍死在内壁上。霍云的雷霆号肯定配备了专门应对失重的作弊芯片，我们在硬件上太吃亏了，这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啊！危险！这算什么旋转颠簸？我在晚高峰的立交桥上接单抢红绿灯的时候，比这刺激多了。我的好大哥，这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跟个没事人似的在这讲冷笑话？走吧，是时候给这群井底之蛙上一点小小的震撼了。这他妈简直是在玩命！里面的重力参数全是乱码，开进去不得连人带车被甩成一滩肉泥！我不比了，再多奖金也没命花！退赛，我要退赛！天哪，还没开赛就已经有种子选手心理防线崩溃，当场弃权。连环摩天轮赛道威慑力让职业车手当场退赛。霍云，雷神卫冕冠军，碾碎他们！那可是造价几十亿的雷霆号，这把稳拿第一了。赛车本来就是强者的游戏，你们连这点直面死亡的心理素质都没有，早点滚回家吃奶吧！别得意，我们也不是孬种。你开着这种刚从垃圾堆里刨下来的废铁，也配和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你这身白衣服挺骚包的，希望一会儿在那个巨型滚筒洗衣机里被转得吐黄水的时候，别把衣服弄脏了。死鸭子嘴硬，我看你一会儿连人带车从几十米的高空砸成肉泥的时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他那辆破铁壳子连个像样的安全气囊都没有吧？等会儿在隧道里失控砸下来，会不会直接变成一滩烂泥啊？直接摔死太便宜他，我要让他在隧道里清清楚楚地体验到什么是被千亿资本和绝对科技无情碾压的绝望。一般的烂路也就算了，这种全方位失重的死亡赛道，开网约车进去就等于是闭着眼睛跳崖呀！陆田，你到底藏着什么底牌？所有车手准备，连环摩天轮隧道赛道全国总决赛上半场开始。
比赛正式打响，各位观众，霍云凭借造价几十亿的神车和完美的起步，瞬间占据了第一的统治地位。而陆廷选手的网约车虽然起步惊艳，但在硬件的绝对红酒面前，目前只能屈居最后。在绝对科技面前，所有的技术都是笑话。我的底盘抓不住了，救命！这破管子的转速比预想的还要疯一点儿。我操，太惨烈了！这哪里是赛车啊，这分明就是无差别屠杀啊！陆廷，你一定要撑住。子轩，你看，陆廷那辆破废铁快撑不住了，他马上就要被搅碎了。什么狗屁车神，他很快就会和那群底层的垃圾被砸成一滩烂泥，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陆廷，你这种被时代淘汰的底层废物，连让我多看一眼后视镜的资格都没有。这种变态的失重感，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到。该死！这重力翻转的速度和方向，完全是毫无规律的乱码。不能靠眼睛，视觉已经被这绞肉床骗了，越看越死。这感觉和在城中村跑那种不要命的加急拼车单也没什么区别。我见鬼了！这他妈根本不符合物理学常识。它的底盘连个破吸盘都没有，怎么可能在垂直的侧壁上挂这么久还不掉下来？牛顿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什么狗屁死亡隧道，在我大哥的网约车面前，通通都是臭弟弟。他放弃了对抗，他彻底顺应了隧道的死亡旋转节奏，他竟然把能搅碎一切的离心力，硬生生转化成了轮胎的抓地力。奇迹！各位观众，我们正在见证大夏国赛车史上最大的奇迹。那辆破网约车，它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它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缩短与第一名雷霆号的距离。这他妈怎么可能？他那辆破铁壳子连个像样的液压悬挂都没有，怎么可能在失重绞肉机里跑出这种变态的速度？霍云，你他妈在吃屎吗？
给我撞，把他连人带车撞成肉泥！我这就让这个垃圾永远变成隧道里的一滩烂肉！等的就是你这一手。想超我的车，白日做梦！危险！霍云选手利用了电磁吸盘无视重力的绝对科技优势，在垂直的侧壁上进行流氓的强行变道阻挡。陆婷的车完全是靠物理离心力在硬撑，没有任何吸盘保护。他现在的每一次变道都冒着坠亡的巨大风险。太卑鄙了！霍云根本就不是在比赛，他这分明是在恶意的蓄意谋杀。这群收黑钱的裁判都瞎了吗？这他妈都不管管！这就是那帮损子钻的规则漏洞，在这条无规则的死亡赛道上，只要不发生直接追尾碰撞，这种逼人坠崖的变道都被视为合理战术。他们就是想用这招把陆婷逼死。既然你这么急着去投胎，老子今天就大发慈悲，成全你。资本面前，他引以为傲的技术，不过是一场可悲的笑话。陆婷，感觉怎么样啊？5年前你护不住你那可笑的车神名声，5年后你在这个隧道里一样护不住你这辆破车和你这条贱命，乖乖掉下去变成一滩烂肉吧！这个属于强者的赛场，早就没有你这种底层垃圾的位置了。电磁吸盘确实是很厉害的科技，但在大自然的物理极限面前，任何机器都有它的死穴。天哪！发生了什么？陆婷选手是放弃挣扎了吗？他竟然在主动向着隧道最底部的死亡区域滑落！终于吓破胆认输了吗？去死吧，废物！什么情况？陆婷竟然没有掉下去！他利用了向下的重力加速度进行蓄能，完成了一次无视重力的史诗级超级弹射。想踩着我上位，想得美！警告！警告！当前旋转离心力已超出物理吸附临界值。怎么回事？给我吸住！吸住啊！心力，他妈的是离心力！当速度超过临界点，离心力就能完美抵消重力。大哥把大自然的物理学玩到了极致的艺术，大哥牛逼！什么狗屁黑科技，在大哥面前都是渣渣。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霍云，你太依赖别人施舍的科技，你根本不配握方向盘。不，
可能！我可是拥有最强科技的卫冕冠军，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辆网约车？废物，全他妈是一群没用的废物！30亿的装备被一辆破车骑在头上拉屎！萧哥，看来这上半场我们又输了。给我闭嘴！愣着干什么？跟我去见霍云那个废物！冲出来了，是陆廷，他驾驶着那辆被所有人嘲笑、不被任何人看好的破旧网约车，率先冲出了死亡隧道。他碾碎了科技，他创造了神话。是陆廷，他驾驶着那辆被所有人嘲笑、不被任何人看好的破旧网约车，率先冲出了静止隧道。他碾碎了科技，他创造了神话。上半场极限挑战赛正式结束，请所有幸存车辆立即驶入维修区进行中场休整。大哥，快喝口水，擦擦汗。你刚才在天上飞那下简直帅炸了！你这个疯子，你知不知道刚才在上面倒挂行驶的时候有多危险？一旦车速降下来，哪怕1公里，你就会连人带车砸在霍云的铁壳子上，粉身碎骨。别怕，阎王爷嫌我开网约车的太穷，不收我。奇迹，底盘龙骨完好，除了老马改的那套悬架系统有点轻微的金属疲劳变形，完全不影响跑下半场。大哥，你这神仙开法，简直是把这台 V8 引擎的性能压榨到了最后一滴血。而且咱们上半场足足领先了霍云那个杂碎120秒，真的是天大的优势！哈哈哈哈哈哈！别高兴得太早，这120秒的优势，在金泰集团那些丧心病狂的黑科技面前，可能一个直线加速就会被抹平。下半场才是真正的硬仗。废物，饭桶！老子给你配备了全世界最顶级的科技，造价几10亿的赛车，你他妈居然被一个开养约车的底层穷民倒挂着超了！你知不知道刚才全场几10万人在看我的笑话？小子根本就不要命，他完全是个疯子！我不管他是不是疯子，我只要他死！快把雷霆号的隐藏功率限制全部解除，我哪怕作弊也要赢！过神，那套系统还在实验室危险测试阶段，一旦强行开启，引擎会严重超载，随时可能会引发毁灭性的自爆啊！我让你开，你就他妈给我开！是，我马上开。陆廷，下半场我要让你连人带那辆破车一起烧成灰烬，连你妈都认不出来。各位观众，各位车迷，上半场的摩天轮隧道赛道，相信已经让大家大饱眼福。接下来的下半场会让你们看得爽得到飞起。请所有晋级车手注意，下半场的终极静止赛道即将公布。各位观众，我现在正位于下半场终极赛道的正上方，这里不仅是赛场，更是真正的地狱。下半场赛道，熔岩悬空赛道，这是一场大逃杀，比赛将在活火山口上方进行。赛道下方的岩浆温度高达1200度，由于现场请所有非参赛人员和观众严禁靠近赛道区域，大家只能通过安全区的大屏幕观看这场冠军争夺战。最残酷的是，这是一条不断沉没的赛道，每隔30秒，处于最后一名位置的金属赛道就会因为高温融化，直接断裂坠入岩浆。如果不想连人带车掉进1000度的岩浆里，就只能拼命往前开，直到只剩下最后一名幸存者。疯了，这是赛车还是杀人啊？1200度，那轮胎一上去不就直接化了吗？完蛋了，
这次是真的完蛋了，那可是岩浆啊！我们的网约车用的是普通的民用轮胎，只要接触到那种高温金属板，不出5分钟就会融化。这主办方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种赛道谁能跑下来？大哥，咱们退赛吧，命比冠军重要啊！咱们退赛吧。陆婷，不要去了。萧子轩肯定是故意买通了主办方，这种赛道就是为你准备的陷阱。我们已经证明了实力，没必要把命踏上。退赛，那萧子轩和秦雪就真的赢了。铁手，帮我把备用轮胎换上。备用胎？大哥，我们哪有能扛住1000度高温的备用胎啊？用这个。这是石棉和特种陶瓷纤维混合的工业耐火胎，这种轮胎开起来根本没有抓地力，总比轮胎融化掉进岩浆里好。换吧。好吧。这赛道也太危险了吧！谁让他惹了我？我要亲眼看着那辆破网约车在岩浆上一点点融化。陆婷，你别以为领先了120秒就能赢，在这条赛道上，你那破轮胎撑不了多久。这120秒，我会连本带利的赶回来，然后亲眼看着你掉进岩浆里。反派死于话多。太热了，我的轮胎要化了，车子失控了！啊！救命啊！我的妈呀，真掉下去了！这掉下去连渣都不剩啊！大哥的轮胎怎么样啊？这抓地力比冰湖赛道还要滑10倍。陆婷，现在又是只剩我们俩，你不是很能开吗？怎么像个喝醉了似的？这简直是地狱，太惨烈了！目前赛上只剩下最后3辆车，霍云遥遥领先，第2名是黑马车手 K， 陆婷目前排在最后1名，距离下一次赛道断裂还有倒计时10秒。陆婷如果不能超过第2名，他脚下的赛道就要塌了，只能赌一把了。陆婷失控了，3、2、1。3、2、1，好险！陆婷在最后1秒完成了跳跃。陆婷，你以为这样就能活下来？卑鄙！霍云居然隐藏了这种逆天的冷却系统。大哥的轮胎快撑不住了。陆婷的轮胎磨损太严重了，他现在的速度根本无法逃离10秒1次的赛道断裂。10、9、8，又要塌了吗？3、2、1，掉下去了！这次真的掉下去了！他又跳上来了，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符合物理学常识。他把这种会断裂的死亡赛道当成了跑酷的跳板啊！不可能，那破车的动力怎么可能完成这种极限跳跃？见鬼了！这混蛋难道不怕死吗？想跳，我让你跳个够！5、4、3，霍云故意减速，他挡住了陆婷的落点。陆婷如果强行起跳，就会直接撞在雷霆号上，他会坠入岩浆。太卑鄙了！霍云算准了大哥不敢撞他。完了，这下真的无路可走了。陆婷，千万别冲动。倒计时2、1。哈哈哈！去死吧，陆婷！天哪！惊讶！陆
机的反弹力和火山口的高温气流，在空中旋转升空。它不仅完成了极限变道，还直接反超了霍云。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多谢你给我当跳板。不，我不能输，我才是全国冠军。雷霆号的冷热器也已经完全烧消，轮胎已经开始冒黑烟了。观众们注意了，最后几块赛道即将同时断裂，所以上半场陆廷选手的领先已经失去作用，谁能冲上安全平台，谁就是冠军。给我滚下去！冠军是我的！啊！救命！给我上去！赢了，陆廷赢了，网约车战胜了雷霆号，全国总决赛的冠军诞生了！车神，他是真正的车神！网约车夺冠，老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燃的壮举！不可能，一个开网约车的，怎么可能赢得了霍云？怎么可能拿全国冠军？一群没用的东西！现在怎么办？网约车司机真的成了全国冠军，他会不会影响到财团的计划？慌什么？区区一个大夏国的冠军而已，他一个底层司机爬得再高，依然只是一只蚂蚁。走，去会会我们这位新晋的冠军。霍云选手，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滚开！别碰我！我没输，我可是全国冠军，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开网约车的？陆廷，你毁了我，你毁了我的一切！大哥，太牛了！好小子，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我说过，我会把冠军带走。这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网约车司机，竟然敢跟子轩作对，真是不自量力！各位，不过是一场网约车司机的闹剧而已，有什么好庆祝？输不起就别来！你不会真的以为打败了霍云那个废物，你就是冠军了？你说什么屁话呢？赶紧滚下去！霍云不过是我随手扔出来试探的一道开胃菜而已。真正的赛车不在大夏这片小水塘里，而在世界。1个月后 ，F1 世界大赛将在海外高科技岛屿举行，而我萧子轩将作为历史上唯一的6连冠，直接进入做决赛。开网约车的，我在 F1 世界大赛等你。世界大赛见。陆廷，全国总冠军的巨额奖金已经全部到账，而且各大顶级赞助商现在正排着队求我们签约。发财了，发财了！我们极速车队终于不用再抠抠搜搜的过日子了。铁手，资金已经到位，设备随便你挑，最好的买。太好了，有了这些钱，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保证把这辆网约车改造成真正的赛道怪物。各位，高兴归高兴，但别忘了萧子轩的战书。世界大赛的赛道绝对比我们之前遇到过的任何一条都要变态。萧子轩背后的财团肯定会动用最前沿的黑科技来对付我们。大哥说的对，我研究过往届世界大赛的数据，那里简直就是各种反人类概念车的试验场。所以接下来这半个月，我要进行闭关特训。穆经理，车队的后勤和改装就交给你。你放心，我会动用一切资源，给你打造最坚实的后盾。世界大赛，我来了。子轩，那个穷鬼真的敢来吗？他来了更好，我会让全世界看着他怎么死。这就是大夏国的冠军，开着一辆计程车来参加世界大赛。这种车在我们国家只能用来送披萨。你们，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回去吗？应该是用脚踹。
你这个狂妄的大虾人，我跟你拼了！干什么？想打架呀？在赛道上，我会把你的破烂计程生车撞成废铁。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希望你的车比你的嘴硬。陆婷，这里是世界级的舞台，不是你那个贫民窟。你现在跪下来求子轩，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命。你的废话还是这么多。各位，欢迎来到代表着人类速度极限的世界大赛，初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各位，欢迎来到代表着人类速度极限的世界大赛，初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个大夏国的小子已经被淘汰了，连我的围棋都吃不到。不对劲，他不可能这么慢，他在搞什么鬼？高速环道，风阻才是最大的敌人。尾流战术，陆婷利用前车破开的风阻，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进行跟随，这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燃料，还在不断积蓄引擎的爆发力。什么？前方的赛车手赛车引擎开始出现过热迹象，这导致他的速度不得不放缓。就是现在！这怎么可能？他的引擎不需要冷却的吗？各位观众，半决赛的赛道是极地冰原，在这里，普通的轮胎将完全失去作用，这是对车手控车能力和车队改装能力的终极考验。在冰面上，科技才是王道。那个大夏人死定了！天哪！陆婷居然把赛车改装成了冰刀鞋，他复制了在大夏国省级联赛前的神迹。这不科学，他的过弯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你们的科技在大夏面前不值一提。子轩啊，为了捧你，我已经在幕后砸了上百亿。如果你连一个开计程车的都赢不了，我这个当主席的可是很难向财团董事会交代的。我不可能输！立刻把财团最新研发的作弊芯片装进我的星河号里。5年前我能用芯片毁了它，明天我也能用这枚芯片在赛道上获得无限动力，把它碾成粉末。我们聊聊。如果是来求饶的，你可以滚了。陆婷，你别这么倔。我知道你半决赛赢得很辛苦，但总决赛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1个亿，只要你明天在总决赛上宣布退赛，这钱就是你的。1个亿，够你舒舒服服的过几辈子了。你开一辈子网约车也赚不到这么多。秦雪，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和你一样，为了钱可以摇尾乞怜？你别给脸不要脸！子轩的实力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明天上了赛道，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把你的臭钱拿走，回去告诉萧总，明天我会亲手把你们这对狗男女踩在脚底下。你这个疯子，我们走着瞧。各位，总决赛终极赛道地岳天梯正式揭晓，全长模拟38万公里，分3段，超重力突破大气层，真空失重区，月球陨石带。这简直是开宇宙飞船！萧子轩的星河号耗资100亿的航天科技。陆婷，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哈哈哈哈！大哥，这可是我们极速车队的全部家当了！世界大赛上干翻他！星际赛道有点意思。进入超重力区，赛道模拟重力达到5个 G， 我不行了！你们这群老外的科技，在我面前不值一提。陆婷的心率到极限了，大哥撑住！想压垮我，做梦！陆婷扛住了9个 G， 他咬住了萧子轩。疯子，连命都不要了！第一段结束，即将进入第2段太空电梯拼接区，失重区到来。进入第2段失重区，方向盘和轮胎作用减半。陆婷，没有喷口，你的车就是太空垃圾。糟了，没钱加装姿态控制喷口，它无法转弯。启动我车上的芯片。萧子轩的车速怎么突然翻倍了？陆婷被乱条掀飞了，他要掉下去了！这就是资本和科技的力量。去死吧！没那么熟悉。大哥启动了备用方案，转过来！陆婷把推进器当成了姿态控制喷口，强行纠正了车身。大哥没掉下去，怎么可能？控制中心在扰乱磁场，加大功率。车总，不行，陆婷强行改变了磁场共振频率，后门程序被卡死了。萧子轩，5年了，
你还是只会耍阴照的懦夫。休想快点！第2段结束，即将进入最危险的第3段——月球陨石带。没有姿态喷口，我看你怎么躲。路况越复杂，越不需要电子辅助。电子稳定系统已关闭，自动防侧滑系统已关闭。大哥疯了！关掉辅助系统，纯手动操控会死人的。相信他。陆婷的走线太诡异了，他放弃直线加速，利用折线漂移追赶。不可能！启动陨石群密集攻击模式，全砸向他！肖总，密集攻击模式已启动。陨石轨迹改变了，在集中攻击陆婷。有人在操控赛道！萧子轩，你个畜生！畜生！这是谋杀！我要去砸了控制室！别冲动，现在只能靠陆婷。死吧！既然躲不掉，那就借点力。陆婷疯了，他在自杀！白痴！排球式过弯，陆婷利用碰撞反动力砸出了一条生路。大哥把网约车的性能压榨到了200%，冲啊！什么？冲出来了！第3段赛道开启，低重力月球环形山。低重力又怎样？我的车无视地形。网约车在低重力下，每次颠簸都会影响加速。
认命吧，陆婷，在这里你连路都不会走。悬浮确实稳，但太慢了。飞这么高，落地时间太长会被甩开的。下去！超远距离跳跃，利用推进器强行落地加速。距离终点月球基地还剩10公里。是世界冠军，我不可能输。变成废铁吧！赛车失去所有动力，灯光全熄灭了。电磁脉冲，电子系统全烧毁了。太无耻！干得好，让他连人带车烂在赛道上。你就是个废物！电子系统瘫痪了。别手，保留那套最原始的机械传动结构，就是为了现在。动了！陆婷的赛车再次点火了，它隐藏了纯机械的备用动力系统。成功了！纯机械是不怕 EMP 的。大哥冲啊！跟我斗，这就是下场。什么声音？科技与机械的终极碰撞，陆婷用最原始的内燃机向资本发起冲锋。纯机械万岁！陆婷冲！不可能！给我加速！萧子轩，接下来是我的回合。给我滚开！
实的肉搏战，科技赛车外壳无法承受物理碰撞，陆廷的网约车底盘被加固的像坦克。左侧装甲受损70%，姿态控制喷口故障，疯子！口故障，疯子！不可能，星河号怎么撞不过那辆网约车？萧子轩，你到此为止了！只要过了这个坡，平地上你绝对跑不过我。给我起！啊！飞起来了！陆廷选择了最直接的暴力飞跃。不！机械之神保佑！奇迹诞生！陆廷，他用最机械暴力击碎了萧子轩的神话，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车神！车神，大夏车神！我到底错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太好了，我回来了。我不服！你作弊！一辆破网约车不可能赢我的星河号！作弊！你这种靠着下三滥手段上位的垃圾，也配跟我提这两个字？你胡说八道！你一个开网约车的底层司机，绝对作弊了！有话，我们颁奖台上说。慢着，他不能拿奖杯，不能拿奖杯，他作弊！一个开网约车的底层司机，不可能跑得比我的星河号还快，你绝对作弊了！萧子轩，你好好想想我是谁。陆廷，竟然是你！5年前，你们在我的车里塞作弊芯片陷害我，让我失去了一切。今天，我回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他竟然就是就消失的车神幻影！这5年，我开网约车，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财团的罪证。刚才趁乱，我已经从萧子轩的星河号引擎里拆出了这枚作弊芯片。
5年前你们把芯片塞进我的车里陷害我，今天你靠着它作弊，却依然输给了我。而这里面是5年前你们买通检修员陷害我，以及金泰操纵博仔盘口打假赛的全部录音录像。不，全完了，完了！金泰，就还有作弊的。无耻！抓起这个吸血鬼，滚出赛车界！站住！金泰，你的罪证已经同步发送到了联盟总部，我现在正式接替你，成为大夏赛车联盟的新任主席。治安官，把金泰和萧子轩这2个赛车界的败类给我铐起来，带走。萧子轩终身禁赛。其所有成绩全部取消！不，我是车神，你们不能抓我！我宣布，陆廷在比赛中不仅没有违规，反而展现了人类赛车技术的巅峰，他是本届世界大赛当之无愧的唯一冠军。各位，真相大白，消失5年的传奇归来，王者归来！车神欢迎！陆廷，陆廷，我错了。如果我知道是你，我绝对不会这样对你。5年前都是萧子轩逼我的，是他们威胁我离开你的。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金雪，收起你恶心的血迹，下半辈子去监狱里反省。陆廷，我是你老婆啊！你配吗？秦小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你算什么东西？一个修车厂的女人而已。我是极速车队的经理，也是陆廷的未婚妻。保安，这里有个无关人员骚扰世界冠军，麻烦清理一下。放开我！陆廷，你不能这么对我！走吧，我们去庆祝。来，为了我们的胜利，干杯！来，让我们敬大哥，敬我们的世界冠军，敬这辆陪我们一路杀上来的破网约车，敬大哥，敬嫂子，敬网约车！耶！在想什么？在想，只要有路的地方，就有属于我们的赛道。干杯！干杯！